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4月29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4月26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 168.85， 收盘价是 168.29，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 172.12， 最低价是在 166.37。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6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在各条均线值的上方，但是呢，在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下方。当日的成交量是 1.098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87 倍量缩。KD 值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不变。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上行的走势中。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上行，开口增大，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那这样的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空头趋势在继续减弱。那同时呢，其实我们说，自从这个MACD 的慢线上穿快线上穿慢线以来也就是在4月25日这根 K 线生成之后那么这个短期的多头趋势其实已经被建立，并且零轴上方出现了小的绿柱。对，那我们会看到在近5个交易日的 K 线都是头高底高。对，所以呢，这样的 MACD 的指标也说明目前股价的这个短期的多头趋势已经建立。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4月26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红 K 线，上影线略长，那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的反弹中。那我们说刚刚我们说近5个交易日的 K 线都是头高底高，是一个短期的多头趋势，但是这个短期的多头趋势是相对于每一根 K 线而言的，所以目前股价呢仍然是在反弹中。好，那我们会看到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低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一度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但是上方在172这个位置，实际上也是在前高的这个位置遇到了压力，而出现了股价而出现了下行。对，那么最后呢，收盘价是收在了开盘价的附近。那在当日生成了这样一根十字线。那成交量呢，我们会看到较前一个交易日是量缩。生成十字线在反弹的高位，然后呢成交量缩，那说明这根 K 线是一根典型的休息的 K 线。那日后呢，股价将会要继续选择方向。那继续选择方向，我们说上行目前股价还没有站上这根绿 K 的最高，也就是171这个位置。那么我们说这根绿 K 是继出现一个这个止涨信号 K 线，或者说是有卖压的信号 K 线之后的一根绿 K。那么它的最高171将是成为重要的标志。那日后股价只有站上它的最高，那么才能说明在这个位置叫换手成功。所以目前股价的收盘价并没有站上171，那并没有确认换手成功，依然是一根休息的 K 线。那我们也会关注到当日这根 K 线上影线是略长的，然后呢说明股价在4月26日仍然是有卖压的，所以这样的一个量缩的一个成交量，所以股价在4月26日盘中反弹的过程当中，依然在这个地方是有卖压的。所以这样一来说日后股价如果上行，
我们说必须收盘价要站上这根休息 K 线的最高，也就是172，那也才能确认换手成功。也就是这样一个大幅的出场呢，在这个地方又有新的这个叫做多单的进入。那否则呢，我们说如果不能换手成功，其实我们会看到在这根 K 线4月26日这根 K 线依然是有卖盘的，所以依然会就是说导致股价的下行。所以说对于日后啊4月29日我们特别关注的一个就是新生成的 K 线，如果能站上这根十字线的最高172，将会为换手成功，那么股价才会有继续反弹的可能。好，然后呢，我们再来看K 线组合方面，我们之前一直提到的，在这里有一个一星二阴这样一个 K 线组合，这是一个下跌的动能。对，那目前我们会看到股价的收盘价依然没有站上这个 K 线组合的最高，也就是4月15日 K 线的最高170.69，恰恰我们会看到连续2个交易日啊都是到了这个位置而出现了一个止涨的也就是出现了压力，而股价收在低位。所以目前啊我们会看到不但股价要站上172，要叫做换手成功，同时站上172也是瓦解了这个一星二阴的下跌的动能。所以我们说啊这个在4月29日开盘之后，在这个地方仍然是有很大的压力的。好，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4月2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继续上涨，收盘价会在171到172附近。另外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收盘价会在169附近。实际在4月26日收盘价是在168.29，出现的是回档。那至于我们预测的回档，不仅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接近啊，同时与我们这个判断当日的走势也是完全相同的。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是这是一根休息的 K 线，所以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上行。对，因为目前的指标啊都还指向股价应该继续反弹，所以我们先来看上行。那对于4月29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继续上行的目标，第一个目标依然是180，然后第二个是184，第三个就是206。好，那我们来看啊，目前股价这个我们刚刚从 K 线位信息说了，171到172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位置，也是强压力。同时啊，我们说180这个位置对于目前股价的趋势来说，它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位置。那在到达180之前，171、172是强压力。那其实在站上172之后，我们说股价在上行过程中到180啊，它依然在这个区域一直是有强压力的。因为从我们把图缩小会看到，对不起，我们从7月20日这根 K 线来看，7月19日2023年的7月19日来看，这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个延续着头低下方低底低的一个空头趋势。那么相对于目前股价的位置180是前高，所以这个位置如果能够被站上的话，将会瓦解这样的一个空头趋势。对，所以我们说啊，180这个
第一个目标，现在无论是空头还是多头都要争夺的位置。那么股价越临近180，它的压力也就越强。我们指的是在反弹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说啊，在到达180之前，股价依然是有，如果预压不能突破，依然会出现反转向下。对，所以说我们说180现在对于目前股价的一个趋势是非常关键的位置。好，那实际上也就是我们要告诉我们，在这个反弹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要这个小心股价会出现回档，对，反转向下。好，那这是我们对上行来说，下行第一个目标不变，依然是138.80。那么在到达它之前啊，这根绿 K 的最低，也就是158，将是强支撑。当然，各条均线值和下方的缺口也是支撑。138之后，下方就是102。跌破138，就是要继续维持这样的空头趋势。这一定是空头的目标。好，这是我们对日 K 线信息的解读。我们再来给出观察位。我们补充说，对于4月29日，我们给的观察位是我们要关注当日新生成我们要关注这根休息 K 线的最低是在166这个位置。之前我们说的是关注绿 K 的最高，股价在它的下方运行是容易收低，在它的上方运行容易收高。在4月26日我们会看到，实际是股价在它的下方运行是收低的，然后我们调整它到166。那在4月29日，在4月29日，对不起啊，如果股价是高开盘，能够在前低的上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收高的，甚至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上涨。对，但是如果股价是在它的下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它很容易是会测试5日均线值，对，而收低，对，继续出现回档。好，这是我们关注166这个位置的理由。好，我们再来看周 K 线图。我们先来看 K 线信息。那在4月22日当周啊，这个生成的周 K 线图当中，这个图当中生成的这个实体长绿 K 线啊，这是一根非常漂亮的实体长绿 K 线。我们为什么说漂亮呢？我们会看到当周啊是一个大幅的跳空低开盘，然后呢在周中这是股价一路向上，然后呢收盘价是站上了5均值，成交量是前一根 K 线的至少是1.2倍以上，这是抱有大的成交量。KD 值我们会看到快线是上穿了慢线，然后呢MACD 快线的方向是转折向上，出现更小的红柱，所以在4月22日当周生成的这根 K 线，这是典型的一根我们说叫起涨的一根 K 线，对，所以我们从这根 K 线图来说啊，在接下来一根 K 线，那股价将会有继续上行的表现。那继续上行的表现，我们认为从周 K 线图来说，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是很容易去测试上方的20日均线值的。我们对于周 K 线图啊，20日均线值我们测算，是在190到192之间，
是在这个位置，所以我们说接下来一个交易周股价是很容易测试这个位置的，因为这些指标都代表着股价将会继续上行，所以这样一根实体长绿 K 线的增量然后是大幅跳空低开盘出现这样一个反弹，虽然说收盘价没有站上这个红 K 的最高，但是这根 K 线是非常完美的，所以我们在下一周我们对周 K 线图的时候解说的时候，我们来复盘，我们看看这能不能成为一个经典的案例。对，好，那么根据这个周 K 线图来说，股价一定会向上的。我们再来调出复制线来看，我们来回顾一下之前在前一次我们对周 K 线图解说，我们说在4月22日当周股价会收在165附近，如果反弹的话，我们其实就是在5均值的附近，对。然后呢，如果是收低呢，会在134附近。周中我们关注的是前低这个位置，应该是在145附近。好，那么对于4月29日当周，我们认为股价如果上行呢，会收盘在182附近。好，对，如果是收低呢，我们认为会在155附近。好，那么周中我们要关注的是当周新生成的5均值，我们测算是在165附近，我们调整到这位置。那也就是说，在4月29日当周股价如果能够在5均值上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一定会收高。对，但是如果股价在5均值下方运行，那我们不排除股价会出现一个反转向下的一个走势。对，好，那这是我们对接下来一个交易周的一个预测。好，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有一个15%的多头仓位，如果之前没有获利出场现在仍然是持有的，分别是在4月22日5%建仓，是142这个位置，在4月23日盘后，虽然收盘价是在144，但是我们给出加仓建议的时候，应该是在163%10%加仓。那么这15%的仓位成本价是在156。那在4月26日，我们给出的止损是守158。那获利呢，我们说只要在反弹的过程当中，任何一个高位都是可以获利出场的。但是如果能够承受更大的风险呢，我们可以守止损158，然后等待继续加仓做多。那好，那么这个仓位到了4月26日收盘价在168.29这个位置是不可以加仓的。当然之前如果获利出场呢，在这个位置我们也认为是不可以再进场的。理由就是说目前我们刚从 K 线信息解读了，现在并没有换手成功。那这3个 K 线如果我们把它合并那么它依然是一个在反弹过程当中高位是有卖压的一根 K 线，所以这个成交量是非常大的。所以股价我们只有等，如果现在还没有建仓，我们只能等股价站上这根十字线的最高，也就是172之后，我们才能够依据 K 线的情况考虑进场。好，那么这个位置是不可以进场或加仓的。那到了4月29日，这15%的仓位，我们给的止损的位置仍然是
158守这根绿 K 的最低。好，这是多头。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啊，我们在网友留言的过程当中，希望能够给出空头的进场点。我们说，对于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会给出操作建议。对，好，那么对于空头来说，我们说在4月29日开盘之后，一定无论是高开低开，一定是有很大的压力的，一定会有大量的空单进入。那么一直到180，我们说这是空头一定要守的位置，这个对于多头来说压力是非常大的。对，那么空头的目标就是158和下方的138。好，这是我们对空头的一些说明。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4月29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那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前高172，第二个压力位是176，我们之前说过是这根增量的高位的吊人线的最高是176，第三个压力位就是上方的这个180。好，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前低166，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161到164。那么这是第二个支撑。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163啊，我们认为这也是一个强支撑。然后第三个支撑就是158，是这根绿 K 的最低。好，当然下方还有这个缺口。好，那这是我们说的压力和支撑。我们再给出10日均线值在当日将会到达157这个位置。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4月2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这个预测呢，我们会给出2个可能，是按顺序来排列的。我们认为，首先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上攻，如果是继续上攻，它将是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68，上方最高会到达179，然后收盘会收在177附近。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68的，在这个位置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上涨或者继续上攻。好，这是第一个可能。那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如果出现回档，它将是低开盘，甚至还有可能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69，下方最低会到达162，然后收盘会收在163附近。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69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回档。好，那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4月29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